这个是不含大陆的。其实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不含大陆的其实也挺快的，并没有很慢，比 CF 的感觉要好一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我天，吓了我一跳。看这个情况还是分情况，有时候不太行。你看它现在又变绿了，是吧？我们再刷新看一下，现在就绿了很多，不太稳定。让我们看一下那个这边的，是这一个。这个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备案的域名，我们就先用这个测试。全绿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就是全绿了。它海外的也是可以的，没有延迟，也还可以，没有很长，是吧？全绿，兄弟们，看到了吧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真。老规矩，我们今天这期视频还是先到博客看一下文章。之前搭建免费站点的教程主要是围绕 CF 的配置来部署的，因为 CF 相较于其他平台的话，对国内的网络会比较友好，但还是有一定的延迟。虽然之前有做 CF 优选 IP 的方案，但是那个方案不太稳定，需要你去长期的维护才可以。然后一直的话也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，然后就有了今天这个视频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EDG One 就可以完美解决我们国内访问加速的问题。这个平台是腾讯推出的加速平台，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，支持全球加速，最重要的是含中国大陆，它是支持对中国大陆的网络加速的。然后的话，它这边的部署其实也是蛮有优势的，除了跟 CF 一样，可以通过 GET 来去导入你的项目和本地生产的项目，它还支持一个模板创建，这个我觉得对新手会比较友好一点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跟国内其他的不一样的是，它不需要你去实名认证和信用卡绑定就可以来用了。这句话基本上我尝试了一下，你只要去注册之后就直接可以尝试使用。然后这里我放了链接，新用户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注册，然后可以有一个14天的试用套餐，直接可以注册使用就可以了。我们这里打开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它这里的话，目前是一个内测阶段，可以去获取一个兑换码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兑换码的话是会提供一个永久免费的兑换码。然后这里我有简单做一下介绍。它这个其实还比较特别，它是在支持你部署配置的基础上，它还有一个站点加速的功能。但这个站点加速的话，根据不同的套餐，它的站点数量不一样。正常情况下，非企业版本都只有一个站点，这个一个站点的话是一个主域名，下面的话可以带200个子域名，都可以去做一个加速。然后这个免费套餐的话，它是不限请求流量的，对。但是这里这个项目唯一的弊端，也不能说弊端，因为只要是在国内加速的站点，你都需要去备案。所以如果说需要去加速国内站点的话，或者说加速国内的网络的话，你这个域名是必须去备案的，这是有法律要求的。基本的内容的话跟 CF 的配置差不多，这里我会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。基本上 CF 一些免费的内容它都会支持，普通的站点足够使用了。那我们这里简单来看一下，
然后我这里简单说明一下，因为我之前的话也是没有去在国内去做过一个备案，然后其实过程还有点麻烦，所以我简单做了一个介绍。这里的话，国外加速它是也能支持直接加速的，就跟 CF 一样，你不需要备案，只要有一个域名，然后绑定一下，就直接可以去部署搭建了。然后国内的话会麻烦一点，你必须要去备案。备案的话，现在也挺麻烦的，我觉得。你首先还必须有对应服务器的一个云服务器，然后你要通过云服务器才能去做一个备案，然后备案完成之后才能去做一个绑定加速。然后这里是我最近因为这个东西，然后我看到必须要买服务器，然后我看到这里618有一个限时的一个服务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目前的话，如果是为了备案的话，这个还是比较划算和合适的。但是我抢2次没抢到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，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备选，可以抢一下试试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就准备去买这个68的了，没有办法，抢不到。我先把这个关掉。这里的话，我做一个抽奖活动，我简单说一下抽奖逻辑。只要你在评论区留言，就可以参与抽奖。但是至于你有没有资格，我会通过后续的邮件作为评估。后续的话，我也会公示这个结果。这个评估的原则是什么？你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，然后能产生访问流量的，而不是说你随便去搭一个，或者是随便玩一下那种。那我觉得这个永久兑换码给更需要的人会更合适一点。然后后续的话，我还会逐步的去发一些兑换码。这次2个只是先简单测试一下吧。然后大概讲解就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实操演示一下。这边正常的话，我们就进入这个站点，然后可以把这个关掉。然后进到这里之后，我们直接去点击开始注册。然后注册的话，我们直接通过邮箱注册就好了。我这里直接用 Google。然后设置一下密码。OK， 我这里就进来了。看到我这里是没有完成注册的，我直接注册了就到里面来了。然后这里面的话，你会看到有一个站点加速。站点加速的话，今天先不讲，因为站点加速也有一个备案的域名，然后通过备案的域名去加速对应的站点。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看这个配置创建。然后我们先创建项目看一下，我们这里可以通过3个方式去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我们先去通过 get 吧。然后这里可以选择2个平台，大家根据自己需求。如果你有网络比较好的话，就用这个；网络不好的话，就用这个。我们点击去需要去授权一下。我们重新创建一个，这个应该会比较好用一点。这个应该没问题，试一下。这之前好像创建的一个默认的。哎，它为什么自己带的老是有问题啊？
OK，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哦，知道了。我们这里来尝试添加一个自定义域名试一下。这里的域名不太对，跟之前测试的时候不太一样。我们再来通过模板创建一个，这个吧，然后直接让它上传到这里，然后这里我们使用中国大陆的，全球通用的，然后让它立即创建。然后这个我们到这里来再看一下。它这个过程应该会比较慢一点，因为它要先把模板克隆到仓库，然后再发布。然后它现在在创建了。我们随便选一个。等它部署完，然后我们再去自定一个域名。这边的话，先打开这个 DS， 我添加记录 ，CNAME， OK， 这边完成了。正常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有个预览，因为看到它有一个预览地址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刚刚那边是什么原因。然后 OK， 这里就正常了，这里就部署完成了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你再通过这个自定义域名去自定义就好了。这个地址是正常的。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看一下，这个模板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，然后特别适合小白，你也不用去自己到 GitHub 上面去部署项目，然后再导入到这边来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回刚刚的看一下，这个看一下，看不了，然后我们进项目里面去，做一下项目设置，添加个自定义。我们先自定义一个EDGE 吧。然后下一步跟着它的引导来，然后我们要记录值复制一下，这里来，然后保存。OK， 我们再回这里验证一下。验证不对，再验证一下，还没生效。OK 了，我们可以直接访问了，这里能正常访问到了，就说明部署好了。
然后证书的话让它再去生成就行了。整个部署的话基本上就到这里完成了。然后目前这个配置的话，官方没有明确的说具体的限制数量吧。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访问速度，这个是不含大陆的。其实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不含大陆的其实也挺快的，并没有很慢，比 CF 的感觉要好一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天，吓了我一跳。看这个情况还是分情况，有时候不太行。你看它现在又变绿了，是吧？我们再刷新看一下，现在就绿了很多，不太稳定。让我们看一下那个这边的，是这一个。这个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备案的域名，我们就先用这个测试。全绿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就是全绿了。它海外的也是可以的，没有延迟，也还可以，没有很长，是吧？全绿，兄弟们，看到了吧？这个搭建教程的话，我也在博客里面写了详细的一个步骤。如果小白不太看得懂的话，可以跟着这个博客里的步骤来一步步做。OK，那今天的教程基本上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记得在这里留言，然后帮我的视频点个赞啊！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